股神巴菲特说他几乎无处不在，银行家遇到麻烦第一个打给他，英国王室和沙特王室找他合作，索罗斯基金却斥责他以风险管理之名行市场操纵之实，这些评价给他身上加上了过多的标签。华尔街教父、影子皇帝、金融特种部队、全球经济的隐形房东，他就是拉里·芬克，他手下的贝莱德只手遮天。我就是在万里之遥的中国也逃不过。我点外卖时他是美团股东，我搜信息时他是百度股东，我买手机时他是苹果股东。原来我的钱都花给了他，就是这样一个庞然大物，穿透了国界与行业的铜墙铁壁，无声控制全球资本。有人说他既是世界经济秩序的稳定者，也是经济危机的操纵者。究其根源，就是一边犯罪一边救赎。这也是芬克的双面人生，罪与救赎。贝莱德的灵魂人物拉里·芬克，其自身经历便是资本两面性的生动注脚。他既是重大金融风险的制造者，又成为化解系统性危机的拆弹专家。他亲手埋下的金融危机种子，创新之殇。1980年代，年轻的芬克以金融天才之名设计出 CMO 抵押担保债券，这种创新将房贷风险切割为 A 至 Z 级，如同多层金融薄饼。其中 Z 级债券宛如潜伏的毒蛇，不计付利息风险，以复利滚雪球般积累，待其他层级清偿完毕才兑现。本应为华尔街创造暴利，却因其对利率的极端敏感性，沦为潘多拉魔盒中的魔盒。1986年，美联储利率骤降563个基点，触发提前还款潮之 Z 级债券估值瞬间崩盘。芬克团队积累的 Z 级资产价值从150美元断崖式跌至105美元。1987年黑色星期一，道指单日暴跌 22.6%， 芬克为对冲风险做空国债，却因避险资金疯狂涌入国债市场而遭到双重绞杀，最终导致雇主第一波士顿 First Boston 亏损1亿美元。媒体惊呼芬克的天空崩塌了，这位华尔街最年轻的合伙人被同事孤立，被公司边缘化，最终黯然离职。讽刺的是，失败的根源在于时代局限。80年代的计算机算力如同拿算盘计算大数据，根本无法精准评估 CMO 的复杂风险。危机中的拆弹专家。2008年3月，贝尔斯登 Bear Stearns 因75万份复杂的衍生品合约 ABS、MBS、CDO 陷入1万亿美元风险敞口，牵连全球5000家金融机构。美联储深夜急电芬克，授权贝莱德评估毒资产。贝莱德的核心武器阿拉丁 Aladdin 系统首次在重大危机中亮相。它由6000台超级计算机组成的金融大脑穿透层层合约迷雾，将900亿美元核心风险敞口精准切割隔离，最终促成摩根大通以每股10美元的超低价收购案，避免了当时一场可能席卷全球的金融系统性崩盘。真正的考验接踵而至。美国最大保险公司 AIG 持有规模高达770亿美元的信用违约互换 CDS 这种被民众讥讽为无车者狂买车险的对赌工具，其全球市场规模达几十万亿美元，远超美国 GDP。AIG 一旦倒塌，全球金融链将如雪崩般坍塌。贝莱德再度临危受命，凭借阿拉丁系统厘清错综复杂的 CDS 风险链条，协助美联储设计了问题资产救赎计划 TARP 的关键部分，成功拆解了这颗悬在全球经济头顶的金融核弹。正是这种在危机中展现的不可或缺性，为贝莱德积累了巨大的声望和权力。然而，一个尖锐的悖论随之而来。这头资本巨兽的崛起之路本身就是一部吸血式的危机收割史。2008年次贷危机以救世主姿态低价吞并巴克莱旗下宝贵的ETF 业务 Ansure Shares， 管理规模3年内暴增3倍，将雷曼兄弟等巨头的尸骸炼成了自己的金砖。2023年，硅谷银行崩塌，迅速介入低价收割上千亿毒资产，通过其娴熟的证券化魔术赚取高达20%的超额回报。破产储户的眼泪成了这场资本盛宴的最佳润滑剂。2025年，巴拿马运河豪夺斥资228亿美元，鲸吞李嘉诚核心战略资产，控制全球贸易咽喉要道。当货轮通过运河，每一声汽笛都在为贝莱德的地缘资本霸权加冕。这哪里是单纯商业，分明是资本新殖民主义的盛大化妆舞会。更令人不安的是，在这场害人又匪起的金融游戏中，一个闭环陷阱显露无遗。他们躲在华尔街的象牙塔里，设计出普通人根本无法理解的复杂金融衍生品。
包装得光鲜亮丽，结果玩脱了手，把这些金融核弹点着了。剧烈的爆炸将普通百姓的房子、存款、养老金、饭碗炸得粉碎。80年代的越共暴涨，08年的大失业和断供潮创下弥天大祸后，他们又跳出来宣称炸弹太复杂，只有我懂怎么拆。于是胁迫当地动用纳税人的巨额血汗钱去拯救残局。他们却借此机会一边拆弹，一边舔舐着救市资金的美味。这并非源于他们超凡的能力，而是整个金融监管体系出现了致命漏洞。本质成了特权阶级的免死金牌，他们总能提前造好逃生舱，一出事就安全撤离，2场大危机的终极教训。当所谓金融创新的光环下，不是服务于经济效率或民众福祉，而是沦为少数人金蝉脱壳的发财保命工具时，整个社会就彻底沦为他们的风险试验场和待割的韭菜田。这分明是穿着高档西装的道德黑市交易。但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系统性的命脉绑架全球70%主权基金和半数养老金的未来偿付能力，命脉竟被同一套充满利益冲突、已被工具化的 ESG 算法死死扼住。这哪是什么可持续发展，分明是人类史上最精巧的良知驯化工程。普通人在他们眼中不过是实验室里承担风险、供其吸取养分的小白鼠。贝莱德就像《金融时报》的论断，精准而震撼。芬克是波动宇宙之前的人，他掌握着资本世界的底层代码，而让他对底层拥有绝对掌控权的，是他的3大支出产业支柱：一、阿拉丁，6000台超级计算机组成的神灯日夜轰鸣，模拟核战争、大流行病，甚至外星人入侵等极端场景下的全球资产波动。他监控着超过21万亿美元的资产，每日处理2000个风险因子，执行5000次压力测试，将难以捉摸的黑天鹅事件拆解成冰冷的可量化的概率游戏。就连先锋、道富等主要竞争对手，竟也租用阿拉丁来管理自身资产。这时贝莱德既是竞技场上的顶级运动员，又是手握所有选手底牌的终极裁判，市场公平性已然沦为皇帝的心仪。更可怕的是，全球约70%的主权财富基金和50%的养老基金将命脉交予同一套系统。一旦阿拉丁发生重大误判或系统风险，全球金融将集体跳崖，而贝莱德却很可能手握优先逃生通道。这种私人资本对系统性风险管理权的垄断，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权力失衡。支柱2：危机套利。上文已经说了，贝莱德的扩张史就是一部利用危机进行吸血式收割的历史。其核心模式是在危机恐慌导致资产价格暴跌时，大举低价购入有毒资产或战略资产，利用其规模优势、信息优势和阿拉丁的定价能力进行重组、包装或长期持有，在市场恢复后赚取超额利润，又被形象地称为在血流成河时买入支柱。3、政商旋转门。拉里·芬克与白宫的热线从未冷却，贝莱德深度嵌入国家治理结构，被亲切地称为地下财政部长。他曾独家掌握美联储450亿美元疫情救助资金的托管权，深度参与数万亿美元特别信贷流向的设计，国家救市计划近乎成了贝莱德资产组合的私人定制。除此之外，前贝莱德高管布莱恩·布迪斯出任拜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卸任财长姆努钦，转身成为贝莱德顾问，其在当地掌握的政策漏洞信息成为套利的密码。当资本与权力的 DNA 在旋转门中深度融合，不断杂交，国家机器极易沦为贝莱德进行全球风险对冲的核心工具。民主制度的防火墙在系统性腐蚀下，正逐渐演变为资本自由进出的后门。如此强硬的后门，让他彻底撕下道德的面具，无法无天，什么都想干。环保组织尖锐控诉，贝莱德是绿色洗牌大师，他一边推销碳中和，一边重仓化石燃料。拉里·芬克及其帝国在环境、社会和治理 ESG 领域的表现，堪称当代资本伪善的教科书案例。2020年，芬克挥动道德权杖，向全球 CEO 发出气候风险及投资风险的救市宣言。这份被华尔街奉为新时代资本论的公开信，携裹着11万亿美元资本的雷霆之势，或使苹果、微软等200家巨头跪拜在碳中和祭坛前。当芬克高举2050净零排放火炬，加入联合国净零资产管理人联盟时，60万亿美元资本洪流瞬间改道。环保组织曾欢呼金融摩西劈开了红海，但是真相却是左手捡排席，右手输油管的精妙资本戏法，能源双头下注。
阿拉丁系统冷静地将资本切割，分配重仓化石燃料巨头控股埃克森美孚 6.7%， 重仓雪佛龙 5.1%。研究显示，化石燃料在其某些 ESG 基金仓位中仍占高达 18%。军工漂绿将导弹生产线塞进可持续基建组合。军火商的硝烟与光伏板的圣光在贝莱德的财务报表中诡异交融，开启道德价签游戏。ESG 评分体系被阿拉丁工具化为道德定价器，其核心盈利产品以 Shares ESGTF 年收34亿美元管理费。企业若想跻身其成分股名录，往往需要向贝莱德支付赎罪券。环保组织痛斥这是系统性漂绿，利用生态焦虑收割信仰税。终于在2025，他开始溃逃。今年1月，贝莱德以政策混乱损害盈利为由，突然撕毁其对 NZM 联盟2050净零排放的承诺。讽刺的是，据其收取欧盟100亿欧元绿色基金托管费仅3个月，撤退当日，其煤炭投资组合因得克萨斯州发起的反垄断诉讼而意外暴涨 20%。芬克的撤退路线图清晰无比地写着 ESG 的殉道者袍，不如换成惊险编织的逃逸舱。贝莱德挥舞着 ESG 大旗，却将地球的生态未来赤裸裸地明码标价。当田纳西州总检察长的控诉撕开救世主面纱，真相是如此刺眼。他们告诉环保主义者要拯救地球，转身对投资者耳语要榨干地球，用2套剧本绑架全人类的未来选择权。11.6万亿美元资本巨兽将碳中和压扁成阿拉丁系统里的风险参数，把可持续剁碎成冰冷概率游戏的筹码。所谓 ESG 运动，不过是金融殖民者发明的现代版赎罪券印刷机。法律鞭刑沦为资本情绪。密西西比州数百万的罚单对贝莱德不过是系统误差值，他们甚至能把虚假陈述的指控转化成新的对冲策略模型，评级权贵的分赃游戏。特斯拉曾怒斥 ESG 评级是魔鬼化身。当 MSCI 给军火商贴绿色基建标签 ，Sustainalytics 给石油巨头打出高分。然而，这背后的一切似乎早已脱离了我们的掌控。按照这样的情况，我觉得贝莱德已成为大国博弈的白手套。当乌克兰的国家电网在战火硝烟中被抵押给其管理的乌克兰发展基金，这家巨兽以私下纯商业机构伪装。他左手操纵美联储的债券购买计划，右手执行华盛顿的深层地缘战略。堪称21世纪穿西装的现代东印度公司贝莱德管理的11.6万亿美元资产，已超越日本与德国经济总和，相当于将全球第10大经济体装进了华尔街的一个保险箱。他们控制全球超过 10.4% 的集装箱码头吞吐量，握巴拿马运河双港如同扼住中国等国家对拉美贸易的颈动脉，接管乌克兰能源网与广袤农田，让主权国家在经济困境中沦为无奈的资本抵押品。金融殖民以政界自由市场之名悄然还魂。当国家暴力为资本扩张清场开路、合法交易的文明外衣下，是赤裸裸掠夺逻辑的延伸。甚至贝莱德在华布局堪称当代资本地缘周旋的教科书案例。总称合金科技与金融资产，阿里 6.2%， 腾讯 5.8%， 工行 4.1%， 构建触及中国经济毛细血管的网络，但策略性避开军工航天等高度敏感领域，并严格将数据服务器置于新加坡等地，既最大限度攫取增长红利，又竭力躲避政治雷达的聚焦。所以贝莱德到底是文明之舟还是深渊巨兽？拥护者认为，它让我们的养老金保值增值，为金融市场危机托底。阿拉丁系统确实为众多养老基金、主权基金提供了精细的风险管理和投资策略，长期年化收益相对稳健。其开创的指数化投资大大降低了普通投资者参与全球市场的门槛和成本。反抗者怒吼：“我的存款、房贷、退休金全在贝莱德的算法棋盘上被任意摆布。”当气候灾难步步紧逼，资本巨兽究竟是带领人类驶向未来的诺亚方舟，还是在烈火中只顾搜刮财富的赌徒？在危机模拟中，贝莱德报告直言，台积电断供将导致全球 GDP 损失 2%。中东冲突升级时，其地缘风险仪表盘率先抛售以色列国债，引发市场连锁反应。当资本巨头的算法引擎比国家情报机构和联合国更早更无情地预判冲突走向，并执行撤退指令，谁最终拥有定义国家安全与世界秩序的至高权威？只能说马克思《资本论》所说，资本来到世间，
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贝莱德也包括其中。他就是经济幕后操盘手，牵一发而动全身。